行了，队长，这个方案呢，我收藏了啊。可是它有啥用啊？你别忘了，这个里边也有我的心血呀。这版权属于咱们俩的，不能你说销毁就销毁的。也对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再见。你怎么又写上了？我一拿笔你就紧张。我当然紧张了，我比出现空中特勤都紧张。其实我知道啊，要改变一个已有预案的演习是很困难的事儿，我们的方案被否也很正常。我窝心的是，我所有的建议方案还没出团队大门呢，就给 pass 了。这哪怕让军首长看上一眼，再给打2个叉，江海也算有点成就感。师傅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也该到了猛醒的时候。什么梦想？哦，对，我是堂吉诃德，从今天开始不姓江了，改姓唐。说的什么呀？这都是。总之，你就别再醒了。知道我要写什么呀？啊？我不写方案，你放心吧。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写了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你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副教员，副教员，哪儿去了？华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这次来模拟系集训，飞行机型。哎，你不是改飞直9了吗？怎么又要飞新机种啊？这一次啊，准备飞预警侦察机，也就是空中指挥机。空中指挥直升机还没列装吧？你们？我们这一次从全军抽调了20个人来集训，先飞模拟机。哎，露露也跟你在一块儿吗？来啦，她跟我一块抽调过来的，她以后就是我的搭档了。我们俩是这次集训唯独2个女飞行员，真好。快1年没见了哈，也没见你黑嘛。您不知道，我这1年可注意保养了。有一些讨厌的男飞行员说我是黑天鹅，我倒要让他看看我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。哎，副教员，我帮您练。不用不用，几步路就到了。没事儿，我今天的科目飞完了，我陪您过去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上我家坐坐，就在我这儿吃饭，把露露也叫上，我给你们做几个菜。您不知道，露露交了个男朋友，总要给人家点时间和空间吧？是吗？男朋友是哪儿的？到家里我跟您说。团长，哎，各位啊，找我们有事啊？我请个假去趟北京。去北京干啥呀？我女朋友让我抽空去见见她爸。嘿，这是好事，我同意。郑美丹，你是该对自己的事儿认真点了啊。我批准了。哎，你上回给我们的喜糖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喜糖啊？我从南华带的椰子糖，特产。啊，哎，那这次把喜糖给我们带回来了。还怎么一撇呢？你得上心啊，这事儿不能空着手，这是礼数，知道吧？知道。啊，团长，啊，写份报告你先看。啊，行，早去早回啊。看见得了呗。这事儿归你管。上回他跟傅颖的结婚报告，我还没退给他呢，这又来一份。哎，等等，他刚才说去见他女朋友的父亲，是哪个女朋友的父亲啊？华敏他爸吗？嘿，
傅颖的父母啊，不同意傅颖再找个飞行员，为这事儿，他们闹得都要脱离关系了。花米，你还真行啊，还能做几个菜哈。哎，副教员，你别沾手了，我来就行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来，小菜。副教员，小杰不在啊？让他姥姥姥爷接回家住了。那行，那我们吃了，您尝尝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这是跟谁学的呀？我妈呀，我妈菜做的可好了，从小我妈就教育我呀，要想有个好家，必须烧一手好菜。这怎么讲啊？你想啊，菜烧好了，那老公就爱吃啊。老公要是爱吃你的菜，能不想家吗？哎，老公想家想什么呢？当然是想老婆呗。真行。花米，谁要是娶了你啊，谁就幸福死了。副教员，看您说的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这么说，他跟画美的事儿算是落定了。95%吧。哎，你也不问问谁的媒人啊？我早就知道是你拉的欠儿。不过我觉得啊，要不是傅颖家里强烈反对，他跟傅颖也是挺好的。你怎么觉得他俩就合适呢？你看，从感情上来说啊，他和李翔是老同学、老战友，这份感情非同寻常。从性格上来讲，一个是火，一个是水，一个阳刚，一个柔美，有很强的互补性啊。哎，那你怎么就觉得江海跟黑天鹅就不合适呢？我个人观点啊，在咱们飞行单位，两口子是飞行员的很少，将来就是结婚了，在家庭生活上难以避免职业性矛盾。你这看法太片面了，我不同意啊。这俩人的性格好啊，都是外向型的，有什么说什么，直来直去，不拘小节。关键是俩人飞行技术都好，你说这结婚了，两个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。他俩现在是一对吗？是不是一段啊？但人家去见他爸去了。难得他对自己的事儿这么上心。那可不。他上心了，他也就该收心。是啊，我们也就好管理了。啊？这是苏帮菜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不错。不是哪天有空你教我呗？哎，没问题啊，反正咱们都在学院里，您随叫，我随到。哎，副教员，要不您给我留个电话吧，到时候你找我也方便啊。好啊。来，我拨过来。哎，通了。你这是跟谁的照片啊？我老公啊。你老公？未婚的。他叫江海，是 A 集团军陆航团的。哎，你应该认识他呀。江海以前跟我说过，他和您以前的老公是战友，也是同学，对吧？你说这疯子，我还以为他跟你说过呢。心灰意冷的江海，终于开始把心思转移到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了。如果这次能见到傅颖爸爸，顺利通过老丈人的考核，也不失为一个小小的成果。他渴望着这次北京之行，为此他做足了准备。岂不知黑天鹅也有所准备。疯了，买这么多东西，准备过年啊？我明天去北京，去见傅颖他爸。啊？有门儿？那是应该多带点东西去啊。你以后啊，也得给老林阳多买点东西。老林阳是谁？小林阳他爸。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现在算起来的话，也应该有3年了。之前呢，还是他们的团长左同军给我们做的媒，那个时候我还在4团飞运8呢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副教员，你说江海这个人怎么样啊？
觉得他有的时候傻了吧唧的，就是要飞，什么都不管不顾的。啊，是的，他人不错。你最近是什么时候见过他？应该有1、2个星期吧。哎，傅小媛，你吃啊，这菜不合你的口味啊？哦，不是，挺好的。你看这事儿是反客为主了。本来请你上我家应该是我做饭的，怎么弄得像你请我似的？我这人就这性格，您别介意啊。傅小媛，你刚才说江海这人挺不错的，对于我来说，这就比什么菜都香，比喝了蜜还甜呢。以后啊，您要是想吃什么菜，到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我随叫随到啊。华敏，你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前2年吧，我们俩就是断断续续的，哎，但是感情一直没有断，应该怎么形容呢？藕断丝连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藕断丝连，您形容的太准确了。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嘛，发展的还比较顺利。哎，转折点啊，就是他去南华市疗养之前，我们在 A 集团军实现历史性的见面，久别重逢，千里。以当下高颜值、白富美为流行标准来衡量，黑天鹅的优势显而易见，加上大胆凌厉的攻势、势在必得的自信，黑天鹅的出现让傅颖始料不及。究竟跟江海还能走多远，他心里也没了底了。我就怀孕生孩子当妈妈。电话都震动半天了。啊，谢谢。喂，傅阳，是我。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上课呢是吧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就在你教学楼底下呢。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上去不方便。你下来吧。江海，
你不是说你去演习现场了吗？来不了，怎么突然又到学院来了？你不跟我说一声？我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你下来吧，下来吧。我不在学院，我到训练一团去了。啊？去一训团了？哎，那我不是白跑一趟了吗？那也怪你自己，你决定来北京，应该给我发个信息嘛，何必搞什么惊喜不惊喜的？那你去多长时间啊1个星期吧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小杰他。黑天鹅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这大包小脚的去看谁啊？你是想给我玩突然袭击对吧？谁跟你玩啊？我来看副教练，结果他不在，我这准备回去了。你就是来看我的。你知道我在模拟系集训，所以特意跑来看我，对吧？我知道什么呀我？你在模拟系集训什么？你真不知道？废话，我当然不知道了。那你想知道吗？不想。你就说你想知道能怎么样啊？就算你不想知道，我也要告诉你。虽然现在在保密阶段，不过就凭咱俩的关系，告诉你有如跑。又飞新机型了吧？疯子，疯子！我告诉你，我就喜欢你这聪明劲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们这次啊要飞空中预警机了。真的假的？当然了。太美了吧！我连芝士都没摸过呢，你要飞预警机了？瞧你那羡慕劲儿！来来来，我帮你拎一个。哎呀，给我吧！走到我们招待所去坐会儿，跟慢慢说。哎呀，走啊！来，真好吃。快快快，走！他还说明天要到学院来看我。这么说，你跟小林阳都过来了？你没听王子说什么？咱俩要是不见面，我也不会跟你说的。这一次啊，我们只飞模拟机，时光机什么时候飞还不知道呢。哎，听说我们要飞的直8型啊，正在改装侦察预警设备，下一步归属哪个单位也不知道。哎，不过领队的可是陆航部的人。是吗？团员，招待所呀，你带我来这干什么？我也不住这儿。谁让你住这儿了？那你带我来这干什么？我带你见个神秘的人。神秘的人，谁呀？你迟早都要见的，见了对你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的。大领导，见了就知道。哎呦，我不去，我走了。哎哎哎，你要是不见的话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瞧你那点胆儿，我能吃了你啊？走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来学院的？谁告诉你的？王子吧？王子要告诉也先告诉小羚羊啊。小羚羊根本就不知道你要来，只有我知道。那你这情报从哪搞的？你也不想想我飞什么机种的19针啊。所以说呀，你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控范围内。吹吧你！哎，说实话，你拎着2包礼品来找傅颖，什么意思呀？管着吗你？我是来见傅颖他爸的，结果傅颖也没时间，他去一训团了，让我扑个空。哎，把这份报表交给团长，我已经签过字。是。
谁呀？整理着装。开门，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。妈，哎，来了。是你妈呀？是江海吧？阿姨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妈，江海特意从部队上来看你，你看还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呢。哎呦，你也太客气了。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快快进屋啊！哎呀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走走走走走走啊！走走走，走。他想干什么？看来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。你的想法？无论怎么样，先把人找回来，好好谈谈。交份转业报告就想走人，这不行。即使想转业，也得给我们先打声招呼，然后再打报告吧。江海啊，你和小敏的事儿啊，我们2年前就知道了，早就想请你啊到家里聚聚，吃顿饭了。可是你看，你们俩都那么忙，我呢也是成天啊在国内国外的到处跑，没有顾得上来。我这次啊说什么我也得过来好好看看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妈的公司刚刚上市，股东哪儿都有，还有美国呀、韩国都有他们的业务。我这个不省心的妈到处乱跑。这次听说我在陆航学院集训呢，所以特意跑过来看我的。对，她在这儿已经住了2天了，明天就要去香港了。哎，你说你今天就跑来了，多巧啊！是啊，看来咱们还是有缘分的。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没事没事，接，你接。团长电话。喂，团长，你好。江海，你马上给我回来。帅。现在。少啰嗦，马上给我回来。啊，是左团长电话吗？他说有急事，让我马上回去。那我跟他说2句。喂，团长。喂，老猫，刚才就听见你在吵了。黑天鹅，你们怎么在一起？我们俩不在一起，那他还能跟谁在一起啊？我跟你说，他跟我妈聊天了，聊得可好了。啊，跟你妈妈？不是跟你爸爸？嘿，我说老猫你还真逗，谁跟你说是我爸了？是我妈，他未来的丈母娘。你看，江海傻笑的表情真逗。江海正跟他丈母娘在一起。哦，见丈母娘了？现在就在一起，还聊得挺带劲儿。丈母娘见女婿，越看越欢喜啊！行，先别催他回来了，让他好好聊聊，这是他的大事儿，大好事儿嘛。黑天鹅，你让江海听电话。啊，你要跟江海说，好嘞，老婆要跟你说。喂，团长。江海啊，你呢，也别太着急回来了，跟丈母娘好好聊聊，在一起一块儿吃顿饭，把关系拉近就行。团长，不是。啊，政委问你没空着手吧？东西是买了，但啊，好，表现不错。你的事儿啊，等回来再说。喂，团长。只有等他回来再说。从这份转业报告看，他是决心已定的。洪生走了，他又提出来走，他俩可是咱们团里2个最优秀的飞行大队长。江海要是再走，影响可是不大好了。团长，除了他们自身的问题，咱们团里是不是也有问题？江海要是干得顺心，他是不会走的。团里集体立了3等功，他个人严重警告，再加上他那些想法方案得不到采纳，心里郁闷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另外，
江海这次副团没有调上，也是个重要因素。江海的事情，团里还是要向军里积极的反映，即使要转业，副团也要解决了才走。江海，你跟小敏的事儿，我跟他爸爸一点意见也没有。我们俩跟你们一样，过去呢也是当兵的。阿姨还当过兵啊！我跟他爸爸就是在部队里面认识的。大裁军的时候，我们离开了部队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军人的情结啊，一点都没有变，早就渗透在骨头里头去了。小敏能考上飞行员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你说全国有那么多的人，你说能有几个能当上女飞行员的？所以啊，我们对她的工作都非常的支持。特别是她告诉我们，她也找了个当兵的，那我们就更高兴了。我跟她爸爸早就跟她说好了，你们的婚事啊，我们都包了。你们俩呀，就在部队里面好好干，训练也好，打仗也好，都不要顾及家里面。我们啊，什么都不缺。我们家现在啊，缺的就是英雄。没想到阿姨还挺开明的，我听了挺受教育的。那你们俩就好好相处吧，什么时候结婚，赶紧把日子定下来。结婚啊？啊！妈，江海啊，你说你这孩子，你什么都挺好的，怎么一提到成亲结婚你就脸红呢？你看看，还那么腼腆，怎么跟个大姑娘似的？你太可爱了，这孩子。阿姨啊，团里还有事儿，我能不能先走了呀？行啊行啊，你要有事儿你就忙去吧，我能见到你啊就很高兴了。去吧去吧，忙去吧啊！哎，谢谢阿姨。妈，我去送送他。哎，江海，你慢点儿。江海啊，哎，我妈非要追出来送送你。阿姨，您太客气了。江海啊，有时间到家里去坐坐啊。好，谢谢阿姨。哎，不要谢。那你们俩聊，我先回去了啊。您进去吧。哎，好，再见。阿姨再见。走，我送你到大门口。不是华明，以后能不能不要玩这种幼稚的游戏了？这不是欺骗我，欺骗你妈吗？我欺骗谁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您是怎么想到江海的？这人你认识？不认识，他们那一届毕业的都分到野战部队了，只听说飞行技术不错。战斗总结看了吗？看了。谁写的？是他们团里的参谋搞的，又看不太像。管他谁写的，谈谈你的想法。从总体上讲，这个战斗总结提出的对部队现状的看法还是很客观、很真实的。通过一次演习总结，提出了不少陆军航空兵战术战法上的设想，很大胆，也很超前。这不是很可取吗？是啊，有很多想法跟我们陆航突击旅的建设方向是一致的。有很多比我们想的还要远一些。比如在无人机的使用方面，我们在编制中就没有。还有陆军航空兵作为主战兵种，就不可能是单一兵种，要与特战、侦察、地面突击部队等紧密结合，相互支撑，构成相对独立而又能快速组合的模块化作战区。当然，这种想法有点科幻性质，但可以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。别跟我说那好的，说说有哪些地方不可取的。口气太强势，观点太尖锐了些，主观意识很强，有些提法偏颇。口气太强势，观点太尖锐，挺客观，非常客观。如果作为一种
纯军事学术观点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不过，要是放在现实部队里，就有点冒了。不是冒了吧？是有些冒犯了传统，是冒犯了我们陆军传统的战术思想。不敢说呢，怎么？首长，到底是谁写的？怎么会在您这里啊？国防大学很有名的教授。我说呢，确实有水平，读后获益匪浅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，你不是说口气太大，主观意识太强？我今天晚上呀，就给教授打个电话，把你的意见反馈。别，郭副长，您千万别这样。我的那些看法呀，也只是随便说说，在著名教授面前班门弄斧啊。不过读后确实有触动，有启发呀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作者是江海。是他写的？你看，变脸了吧？别解释，千万别解释。我们现在都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包括我，只要是名人呐、上级啊写的东西，都得仰视啊，就跟看着飞机似的，你得学呀。啊，凡是下级，再加上无名鼠辈、服饰，那得挑出点毛病来，挑不出来，怎么能显出我们的水平呢？首长，您说的没错。我说，这篇总结啊，客观的讲，并不是完美到无懈可击，但是里面有一种精神很让我感动。位卑未敢忘忧国。首长，您是想把他也调过来？我当然想把他调过来了。跟你说心里话啊，陆军1号组建啊，所有能动用的干部我全部想了一遍。我突然感觉到，像江海这样的人才，应该是我的首选。江海肯定不行。为什么？他现在才是个大队长，正营职。职位太低。你告诉我，陆军1号的组建，我们最缺什么？当然是飞行员，还有武装直升机、运输直升机、营区改扩舰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。你说的这都是共性。陆军1号的组建不缺新武器装备，更不缺飞行员，我们缺的是一个魂。魂？对，一个富有忧患意识、敢于创新的魂。想想，我呀，还就是要这样的人来给我当参谋长。首长，按照您的指示，我到 A7单军去了解了一些江海的情况。就当前的形势下，您的这种想法还不太现实。你呀，就拿我当一个榆木疙瘩，好好开导开导我，尽快的做。我倒不是担心江海太年轻，级别低，而是在他的身上争议太多。一般人看来，江海就是一身的毛病。左团长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就说你自己嘛，你整别人干什么？好，江海想法多，自然事儿就多。想法独特，别人就难以接受；别人不能接受，班子就难以搞好团结呀。要不说让你来做政委呢，真好。你这么一分析啊，我为自己刚才那个想法吓一跳，是不太合适啊。新组建一支部队，让一个营职干部一下就提到旅参谋长，这个是有点太超前了。首长，您别夸我，我没那个水平啊，只是从政治工作角度上去思考一些问题，不一定对呀。你什么时候能不在我这儿谦虚？行。哎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先把这个人调来做营长，参谋长的位置让老王先兼着吧。如果让江海当第1突击营营长，还是能胜任的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特战营的事也不能怠慢，我可不想东拼西凑。我的意思呀，还是整建制的调过来。明天陪我去一趟 A 集团军，这单军长啊，答应全力以赴的支持我。毕政委，
你再看看这些，这是特战旅去年的考核情况，编制表、花名册、实力都在这儿了。好，谢谢啊。王干事，有江海的材料吗？江海啊，江海就算了吧，他准备转业了。他准备转业了？陆航团领导前天专门向军里做了汇报。是他自己要求的？江海自己打的转业报告。首长，要不我通知一下陆航团的领导，让他们过来做一个详细的汇报。不用，马上去找江海，告诉他我在招待所等他。是。回来啦！回来了。怎么样啊？跟老岳父聊得如何？什么老岳父啊？没有老岳父。怎么这是？聊得不好啊？还是你没送上去啊？你跟我说说呀，是老丈人对你不满意，还是你对老丈人不满意啊？没有老丈人，只有丈母娘。那感情好啊啊！直接就见丈母娘了，那你肯定没问题。行了，没看见我耷拉着脸吗？耷拉着脸冲我干什么呀？一副要吃人的样子。那我先躲你一会儿吧。站住！你回来坐下，听我说。是不是受丈母娘的气了？听我跟你说呀，傅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北京，说他已经做通了他爸爸的工作，他爸爸答应见我一面，这是多么重大的突破呀！对呀，我提着2大包礼品去了陆航学院，路上我都已经想好了见老岳父的开场白了，就等着傅颖把我带过去了。哎，可是我怎么就阴差阳错的把2大包礼品送给了黑天鹅的妈妈了？啊？不是你等会儿，我有点懵啊！我到现在还懵呢。你让我捋一下啊，傅颖的爸爸是你的老岳父，对吧？嗯。黑天鹅的妈妈是你的丈母娘？不是啊，反正是这个意思吧。哎呀，师傅，牛啊！牛什么？不仅飞行技术好，劈腿功夫也了得。我劈谁了？我劈你！我这不明明白白脚踏2只船吗？一边是傅颖，一边是华敏。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我难受着呢。这趟倒霉透了。那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现在还稀里糊涂的。哎，这事儿你可不能稀里糊涂的啊，一定要拎清楚了。我不是要去见傅颖的吗？这我知道啊，可是怎么就冒出个黑天鹅啊？这不巧啊，傅颖出差了，老岳父我也见不着了，我准备打道回府了。可这黑天鹅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过来了。那黑天鹅怎么会在陆航学院呢？他跟小林阳在模拟器集训呢。哦，对，小林阳跟我说了，闹了半天也在陆航学院啊。我最怕见这个黑天鹅了。老话怎么说的？一物降一物，你怎么就那么怕他呀？不是啊，你不知道，他一见面就这那这的说个没完，说的我云里雾里的，稀里糊涂跟他去了学院招待所，然后他说带我见一个人，我又稀里糊涂跟他去了。哎，你猜见着谁了？华敏他妈。那这丈母娘对你怎么样啊？热情，那叫一个热情，拉着我的手不放，俩眼睛都死盯着我，我像被雷达锁定了一样，没地儿躲，没地儿藏。那你当时大脑肯定一片空白啊！是啊，我当时说什么话我都记不清楚了。那就认了丈母娘了？没有，这点底线我可守住了。后来团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团，算是让我找了一个脱身的借口。哎，那老天鹅还问我呢，和黑天鹅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呀？哎呦，那叫一个险象环生，惊心动魄。我也是看明白了，无论黑天鹅做多少努力，也抵不上你心里的傅教员。我跟黑天鹅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
全团上下现在都知道，你上北京这一趟是见黑天鹅他爸，这都是认同的说法。不是你说什么全团上下都认同？那都说嘛，你请假去北京，同时呢把结婚申请报告也递上去了。扯淡！我交什么结婚报告？我交的是转业报告。什么？转业报告？啊！你要转业啊？我亲手交给团长的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是要转业的人吗？我怎么就不能转业了？洪生都能转业，我怎么不行啊？不是，那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我的事儿跟你说得着吗？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？嘿嘿，你呀，留下好好干，前途无量啊！什么前途无量啊？好，你要走啊？那我也走，我也转业。胡扯！